完成他告别式。所以是死了还是没有死？我现在就是用《星洲日报》记者的身份来采访，到底黄明志的情况是怎样？我们谢绝，谢谢大家，谢绝采访，然后你统告天下，让全部人出席你的告别式，然后你什么东西都不说。我照我跟他的看法一样到完，但是今天我来这边，我感觉到我很舒服，我很爽。到底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情况？媒体不应该追究这种东西。请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发生了。不要整天直播。请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全部海上宇宙到底。黄明志最少给我们快乐啊！4月1号不是拿来开玩笑的哦！你们把这件事情闹到这么大，你们需要给全马来西亚的华人听众一个交代哦。很多亲人在我身边离世过后，我当下不会有任何反应，直到很久很久过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亲人离开的这件事情。很多人讲死了，他就是会去投胎，会去更好的地方。但是对我来讲，他是一个离别，不管他去哪里。现在我会失去他。人都是要死的，可是你还没有走到尽头的时候，你真的要好好的去活着，因为这样子才是对你自己最负责任的一样东西。我们没有把死亡看得太轻，其实我们没有，我们是想要传达的讯息是生前规划的重要性。这个事情很多人都是很忌讳的去讨论，因为没有讨论，而当家里真的有人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是手足无措的。当你想做一些决定的时候，你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往生者想要的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会离开，可是这一次过后，我会去思考，讲说如果今天这个人不在，明天第二天是怎么样，我会开始去思考这些东西。小马哥，小马，妈，来，我现在在 plan 2哦，我想要做一个生前告别式，然后我想要把它拍成纪录片这样。因为我发现到有一个东西是生前规划，就是很多人就是死之前呢就会做一些生前规划，应该是说在年轻的时候去做的。因为我们去世，我们不知道谁会帮我们处理，然后他们也不懂我们喜欢什么，然后会让那些还在世的人为你难过啊，然后一边哭一边要筹备这样。我看到这样的状况，所以我觉得要表达这个意思呢，就想说我们生前的时候先做好东西告别这样子。但你要真的很认真的去办一个告别式出来啊，要对外公开的。如果要公开也是可以，不要公开也是可以。不过如果公开的话，我是觉得啦，在4月1号。为什么？至少愚人节你公布这个东西，人家至少会觉得是假的。对我这边也比较好交代，因为如果你是讲放在其他天的话，我怕很多人会很认真，所以现在我要跟他们讲嘛，不要跟他们讲，全部人都不要讲，全部不要讲。你等到3月底，你才跟他们很闹，然后让他们去筹备这样子。我觉得给他们2天筹备就好，这样比较像是紧急的感觉啊，因为这样子我才表达得到你没有为自己准备的下场是什么。你要把全部东西记录起来吗？我记录掉先给你。不好意思，为了防止那个内容泄露的关系，用手机拿给我一下，谢谢。暂时的。玩什么鬼？手机交给我一下，没事，我被打开了，放心。请坐，请坐，坐。以后有拍过没这个节目？我是拍过这种节目。那个手机可以交给我一下，谢谢，谢谢。暂时，暂时。不好意思，你们的手机可以借我一下吗？我们暂时保管一下。不好意思。暂时，啊，谢谢。暂时一下子而已。一下子，真的是一下子。所以马该怎么接得到？因为马该开始。稍微是。小姐，我也是在想，你的手机麻烦交给我一下，谢谢。AV 是你是吗 ？OK。他你这么久，你还没有认识出来？我们一样的，很狡猾嘞，没有通知拍摄，很狡猾，没有发过信，什么很狡猾嘞。我不是拍完的。怎么了？没有，等下你手机。John， 给你手机先交给我一下。怎么了？先交给我一下。不可以，暂时一下子。哦，全部人哦。我们缺马哥，就是马哥是懂的。我们缺马哥。很假哎，马哥。是我假哎。
OK， 来，大家，我现在接下来讲的东西会是很 serious， 希望大家可以认真一点啊。我刚刚收到消息，我们家艺人黄明志刚刚离开我们了。明志是在外面在路旁给人家打死的，所以我们打算在2天后要做他告别式。我当时的心情是觉得，哈，被打死，这个死法有点好笑哎。我觉得如果你死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变好一点的理由，因为你讲你胃痛死掉，我还比较相信。当下我知道他要做这生前告别式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反应是很突然，为什么会要做这种事情？这是关系到生死的问题，确定是这样子拿来做的吗？接下来我会分配工作，分配到人，慢慢在2天里面把你们所有东西给赶出来。这个丧礼的丧礼主席就是负责整个丧礼，还有跟每个小组沟通的。我希望 priest 来做，然后这整个东西我希望把东西拍出来，所以我需要一个导演组，要负责整个影片的拍摄内容，包摄影公司的沟通。这个东西我希望给 Lucas 跟 Hebo 去负责，所以你们会是接下来的导演组。形象组就是要沟通整个告别式的穿着打扮，包括丧礼风格设计。然后这个工作伟俊。葬仪组就负责棺材、场地、膳食、茶水、法师、花圈及祭拜必备用品，一直到出殡、火化、灵骨塔等等的决策的整个企划，这些嘞有2个人会主要负责这些，是 Joko 跟 Casey， 所以我们要去找一下仪仗队那些，你们要跟形象组去沟通。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告别式策划组，就是要负责整个告别式的策划、场地布置、音响、音乐和影片编排，包括那些要在告别式里面讲话的人，还有音响、灯光、器材、设备，这边也需要有2个人去负责。然后这2个人是 Shrek 跟心仪。联络跟 PR 组负责通知及招待所有要出席的关系人，这个是我跟阿玲。平面设计跟内容组设计丧礼、网络各种所需要用的照片、影片、图片等素材，所以这个组有阿龙、阿 Ben、Scott。大家现在我们就分组去工作。你不要走嘞 ，John。Casey 你去安慰一下。John。讲话就讲话，不要拍了。哎 ，John， 12点了嘞，回去了，回来啦。我收到这个 info， 想说我们要做这个告别式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后面要做什么东西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大家是抱住一个玩玩的心态，那我觉得不应该拿这个东西来开玩笑。可是后来我理解到，你生前你想要跟人家讲的东西，跟这些人想要跟你讲的东西是很重要的。华言对吗？没有，对，华言你好。他是明智的producer制作人。OK， 好。现在7人吗？现在我就带进去。对，可以。所以我们再重复多一次啊，就是我们昨天知道就是明智就给你的巴士了，OK， 所以要知道我们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这样。其实我想了解它是什么宗教的，因为我们说的宗教除了穆斯林以外，我们是全部都会有做，比如说基督教、佛教、道教、印度的，或者是说那种 free thinker 的，我们都有做。应该是无神主义。他没有宗教的。这样如果是 free thinker 的话，你们会怎样处理 ？free thinker 做的步骤很简单，好像基督教的开放，给亲朋戚友来领钱，鞠个躬躬，然后进去给他后面领就钱沾点仪容，然后就出回来了。我可以知道道教嘛？没有说你要问这么多，他不是啊。没有，因为可能他的家人希望呢，他的父母亲应该是道教，对。你不要讲厉害，还是 free thinker。这样如果第2个我们要道教呢？如果他们要呢？我们先看 free thinker 跟道教，我们先看这2个。可以啊，这个是美丽人生 memory， 就是我们是for free thinker 用的。哇，这个美丽人生啊！对，美丽人生，人生都完蛋了啊！他臭了啊！配套里面有包括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的24小时服务，就是随时随地有什么事情你 call 到我们，就会联系你们，帮你们做安排，反正这都是。第2次是申请死亡证书，到时候那个去接片的方面，我们会帮你去处理，所以你们不用自己特地去到接片申请死亡证书。现在步骤就是安排好几时可以拿遗体，我们就安排车去接送遗体 from 医院接他回来。第4是打防腐了，帮他做净身，处理好防腐，帮他化妆、他消毒。没有，我们要一个一个对完这些所有东西啊，都没有心情对啊。没有，是大概给你知道 ，at least 你知道整个流程是怎么做的。OK 啊，防腐过后呢，然后接下来就是选棺木、棺椁。对，棺木就看你们要是土葬的还是火化，是重点是看家里人他们意愿想要怎么做。就 suppose 应该要先问他，他应该要做这个 planning，suppose 他应该要知道他要怎样做嘛。我们现在让他帮他做，他爸妈也不懂的，他爸妈可能错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决定是土葬还是火葬。
我和 Joko 都是比较有想法的人所以难免在商量的时候就会发生了一些口角，会有一些争执。然后我记得最主要最大的冲突吧，就是我们在和富贵的 Brian 就是来接洽我们的负责人，他来告诉我们要选什么样的骨灰瓮、什么样的棺椁、什么样的棺材，要用什么样的仪式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对细节的要求、看待这个事情的切入点都是比较不一样。总之 Joko 就是觉得我看东西太过细节了，然后他觉得要快一点，他就是拿着那 brochure 讲 OK 我要这个东西，这个价钱，不用懂太多那些比较传统的东西，我们就马上去看骨灰瓮样子了。在 package 里面包括的骨灰瓮有3个款，青色、白色。package 里面是这3个啦。对，这些是有些有带经文这个就比较特别。坦白讲啦，我暂时是相中这个啦。我也是选这个，还是我们能不能够拍个照片，然后给爸爸妈妈看一下，如果爸妈 OK， 那我们就拿这个。可以，没问题。然后我们还要看棺材。对，棺椁来这个。你现在知道我们看那个我们的那个配套里面，对，这个啦对。或是说你要更好一点，因为这个是半径嘛，有些他们需要是全镜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半径跟全镜？有些人说，比方说我不想看到全身，或是说要只是看比较小的位置，给他们去瞻仰仪容。所以有些说我要小的就选半径的，但是有时候哎呀，我喜欢比较全开的，它开出的感觉看下去是不一样的。至少我看它是全身。这样你觉得为明智会喜欢半径还是全镜？我是觉得以他性格的话，会是 fully open 啦。不是，他是很喜欢 privacy 的嘛，我不觉得他会喜欢开到完不会嘞，我反而觉得如果是以他性格的话，你了解他没？听他的歌的话，你会觉得如果我是他的歌跟他的人格不一样。有一天你死了，你这样开到完，你喜欢没？这样开到完，那样开到完。我是觉得啦，最后一次啦，就明智的全身的尊容可以给别人，就是再给你看一次这样了，全身。我之前没有帮任何人做过任何的丧礼，所以其实我也是一头雾水，我不会做，所以我跟 Casey 去安排整个东西的时候，因为他也不会，所以就变成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，什么东西是不对的，或者什么东西应该做，什么东西不应该做，我们也不知道明智喜欢什么东西，也不知道他不喜欢什么东西，所以就变成我们很难做决定。我有我的意见跟看法，然后 Casey 也是有他的意见跟看法。这个区域就是给我们悼念名字的地方。这边可以容纳多少个人呢？如果一整个大厅的话，可以容纳300到400个，都不是问题。3到400个这个区域。这个地方的中文名叫我们叫富贵堂，这边是走这魔法式的风格。这个是你们新 build up 起来的。对，这里比刚那边更舒服。后面就是置放棺木的地方。那个棺材就这样。对，我们就放在这一边。对，我觉得如果是场馆的话啦，我觉得选那个富贵堂比较好。我觉得这里有点太大。I think I like him。都最后一次了嘛，你刚才自己讲了，就做好了。他不是一个普通人，你懂吗？我觉得这也是漂亮了，不过你是觉得要省钱的？我觉得从来就不是价格的问题对，场地适不适合的问题不是价格就这里哦。不过我觉得这里好像有点太大了，而且我们的人数也不会那么多人员。我觉得不会。你人数不多哦 ，It's okay， 你要卖。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you know how grand you do it。这里比较 organized 一点 ，the seats，the chair。不过我觉得富贵堂如果你要去换的座位和格局是没有问题的，肯定可以调整的，没有可能全部你都是跟我唱反调。不是唱反调，是看你要用什么心态去做这个东西。At the end of the day， 我们来看嘛，包括刚才那个棺材啊，我们可以给意见给爸爸妈妈，然后就让他们去决定。我跟你也不是可以决定的，对啊。从我公布到大家去执行，到整个活动开始，其实大概只有2天时间。这2天，其实在我们分配好工作之后，大家都有一点手足无措。虽然每个人做的是他们强项的东西，但是要在2天的时间里面，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因为我们要对接各个方面，要对接场地，要做整个的设计，还有通知很多人。因为我们想尽量跟明智有关系的人，我们都可以邀请到来现场，所以我们就一个个电话打过去这样子。Hello， 宝哥啊，想问你哦，你4月1号有空吗？应该 OK 啊，什么事？明智离开我们了，那天是明智的告别式。没有啦，那里有可能嘞，我昨天在跟他讲电话。他在路旁给人家打死。不可能啦 Hello， Ben 啊。那想问你4月1号有空吗？4月1号。OK。因为明智离开了，那天是他的告别式。明智。真的假的？今天下午我是情报，助理赶去医院。对，然后现在讲就离开了。真的没？小马，来。老师想问你一下，4月1号你有空吗？4月1号？晚上7点。什么事啊？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其实明智离开了，我那天是他告别式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明智离开了？就出了一点事情。那天是他告别式，原本我们想问看老师能不能来出席他告别式。天哪，那我。OK， 我懂，那 OK， 我换机票。Kramer 老师。Hello， 小马。你4月1号有空吗？4月1号啊。明智离开了，那天是明智的告别式。啊？
什么事情？他在路边给人家打死。哎呦，哇，不知道是谁啊？不知道是什么。Hello。所以昨天半夜的时候，大家回去以后，我是有拜托大家有一点 idea 哦，因为毕竟是黄明志的嘛，想到还是要做一点比较主题性的东西吧。有没有什么 idea 或这个的主题？有什么风格建议吗？大家？我自己本身是想啦，黄明志音乐做个比较音乐主题的，可能现场我用五线谱，用一些音符来做他最后一次的交响乐之类的东西。就是我昨天冲凉的时候就在想，他一直以来就是那种工作狂，然后我觉得用工作的主题来当他的葬礼主题，他可能是会高兴的啦。然后我想到的主题是有点类似，就是跟电影相关的，是杀青快乐。他的人生也是高潮迭起，这样很多事情发生，好像也是在做一场戏这样子。然后他现在是最后一个信仰，所以我觉得讲是他的杀青是很符合的啦。有什么想法吗？我想法其实跟心里差不多，就是他人生到了这一个阶段，就是该杀青，该来好好休息这样子。什么叫想法一样？我老叫你给主题耶，对，我就想法也是杀青啊。原本是想一起讨论，特地坐下来就叫你们想多点了嘛，然后才几个 idea 想不出东西，你们想一个 idea 都想不到。OK 了。今天是30号的晚上，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人家帮我们剪告别式影片，现在有一点不知道要怎么办。我们in-house editor 因为很多东西要分配啊，然后很多人都去处理别的东西，导致我们没有足够人手去剪这个影片。我们还在陆续找人帮忙剪，希望今晚可以找到。我接收到这个任务的时候，其实是我需要在2天里面完成这个影片，我觉得是有一点难的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然后我就开始联系很多 editor， 然后我得到的回应竟是不可能，因为时间太短了，甚至有一些打来骂我神经病，我就觉得哇，我很心酸啊，因为在最紧急的时候，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帮忙。我在这次活动深深体会到，如果你没有做一个生前规划，在大家手足无措、很慌乱的时候，到底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你100%你想要的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大家没想到，就是如果你突然离开了，那些曾伴你白色的金从哪里来？如果你有做生前规划，可能你还可以通过分期付款或准备一笔钱啊，交给指定的人、指定的单位啊，去帮你处理这些东西，不会把一些债务留给后面的人要去做处理。我觉得你在死了之后所要做的，包括我们这次这样做下来，整个仪式，它其实有很多细节的东西你需要考虑到。在他没有好好讲出他喜欢什么的情况下，然后他真的离开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得知哦，这样我们这个要怎么决定，照片要怎么选，花要什么color，怎样的灵堂要放怎样的骨灰坛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家人轻松一点，你就可以去做这个生前规划，就是减轻家人朋友们在你离开之后的负担了。我不知道说我拿到的剧本，我的人生的剧本，我几时 ending 啊？那么如果不规划好，我不提前做好这些东西，有一天我的剧本到最后那页的时候，我来不及跟大家讲拜拜。你身边最亲的人、最爱的人，你来不及跟他讲拜拜，然后就结束了。Let me off the hook. I wanna run wild. Get tangled in the sheets with a lover that isn't you. 其实我有预想过他有没有一天会突然这样走掉，因为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很常就是送他去急诊，如果他真的离开的话，是蛮难过的。如果明志真的是离开的话，我应该是很难过，不只是难过，我应该会很崩溃，我应该会消失好几个月，去沉淀自己，去调整好自己的心情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会离开，可是这一次过后，我会去思考，讲说如果今天这个人不在，明天第2天是怎么样，我会开始去思考这些东西。我在黄明志的身上看到他很认真、很努力，在为一些种族的问题、社会的问题、不公平的事情、不对的事情发言讲话。他给我感觉就是，虽然他遇到很多挫折，就是大家知道的被警察抓，也包括遇到威胁、攻击，可是他还是很坚持去做，所以这个精神是我很佩服。
我还记得他跟我说他想拍一部戏，他说那部戏叫《辣死你妈》。那时候我们还不懂能不能够筹到钱，我还跟他说你陪我去接那些大肚，喝一些酒，可能他们就可以给到钱你。他真的是跟我去，可是他是不喜欢的，他不喜欢去夜店喝酒，然后做 PR， 可是他都做到，因为他想拍他的第一部电影。当时前面辛苦的路那首是很孤独的，也很辛苦的。后面我跟他说我结婚了，我要做爸爸了，我不能再陪你这样走下去，这条路你要自己走。所以这10年来他都自己在走这个路，我变成从旁边看的人，我能看到的就是他的坚持没有变，他的工作态度，他对他的音乐、他的内容、他的电影的那个执着都没有变。他的坚持，我们做兄弟的真的是没有话讲。他坚持要的东西都一定能够呈现得到，也是为什么他今天能够成功。其实他私底下是一个很好玩的人，讲回他以前的东西是3天3夜讲不完的，很多黑历史在那里裸泳啊、裸跑啊，半夜不睡觉，跑去营亭、跑去博德镇捉螃蟹、爬树。我们一起谈过生死，我觉得他对生死而言他看得开，最重要活的时候。他活出真正的自己。其实我对他来讲应该是一个工作伙伴那样子，但是没有想到，在我每一次很想放弃我自己的理想的时候，他都会鼓励我啦，然后跟我讲你要坚持你自己要做的东西啊，就不要这样容易放弃啊，等等啊，就是很感恩可以认识到黄明志这个人，他在我生命中确实影响我很大很大。如果站在他的角度，因为我最熟悉的他的是他的 sense， 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。如果他今天站在我旁边看着现场的情况吧，我相信他应该很多吐槽点，他应该觉得很多东西很好笑。有些人上台讲话就很好笑，有些人在台下都很好笑，有些人坐在那一边，他穿的衣服也真的很好笑。我已经听到他的笑声了。我们常常都是这样，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会躲在一个地方，然后看着电视或者是看着走过的人，没有惹到我们的人，就坐在那边，只是被我们看了一眼，我们就静静在那边，偷偷在那边聊。你看他穿这样，他很好笑；你看他讲话这样子很好笑，就莫名其妙有一些笑点。黄明志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觉得最大的贡献就是带给大家欢乐。吴宗宪也说过，听周杰伦的歌你会感动，但听黄明志的歌你会快乐。这个应该就是目前最高的评价。我这个应该不是做得很好的一个父亲，我曾经骂过他，用藤鞭打过他，让他受到很难堪的事情都做过。当然，惩罚也不在话下。不是单单从脚车载他，摩托载他，最难忘就是用汽车载他来到旧国，背在我的背上来看这个动力火车演出，跟他也跑了好多这个旅游的景点，他也知道这是我最大的人生兴趣。我们人的一生开始我们的人生道路，到我们生命的领路，只有我们的生命是我们无法掌控的。明志的人生起起伏伏，有很巅峰的时刻，当然也很低潮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我们是好像四面楚歌，也在害怕中度过。当然你们看到他的作品，他带给大家的是欢乐。无论他怎样的对骂人生，他的心性是善良的。打个比方，他在那时台湾回来的时候，一个年轻小伙子，他跟奶奶梳头发、绑头发，还有拿那个发髻来别住。那个画面很温馨，很暖心。有一年我的交往住院，你们对这一个老人家在病床上要洗那些粪便，看有些人都觉得很恶心，可是他做到，这是我亲眼目睹。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，他对老人家的孝心很用心。我不知道你们有听了一首歌吗？去了新年，这首歌就是他对爷爷奶奶的一个纪念。他这首歌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全家崩溃，都哭成泪人。他之所以能有这样多的作品，你们就可以知道他工作有多么疯狂。他是属于一个多产的创作人，我很感恩，也很感激上天赐给我这那个旷世奇才。抹干眼泪，用力挥挥手。我亲爱的家人朋友，
在筹备这个影片跟照片的部分的话，影片的部分是比较麻烦的，因为我们希望做一个他完整的故事史，就是从他小到他长大到他成年，然后过后变成歌手，然后这些画面其实是有很多很珍贵的东西，但是就是要花很长时间去找出来，所以我们几乎花了一整天在挖这些 footage， 然后才找到这些片段，然后把它们剪在一起。当天如果有在现场的人，他们都看到，其实整个东西是很感动的，就是看到他的一生的状况这样。我在之前我已经做好心理建设，我就觉得影片那段感觉就是会有很满的情绪，我已经做好心理建设，就想 OK， 这个只是我们一起做的一个企划而已，我们就只是看个影片，不可以哭。可是你去到现场，你在那个氛围下面，你看着那个影片，还是会忍不住，就是你那个心情还是会受影响，还是会很感动。现场还有其他有来的来宾啊，在旁边卖眼泪，我就觉得。真的，你要办一次这种告别式，你才知道你在别人的心里有多么的重要。唱过去，熬过去，不要放弃，亲爱的姐妹兄弟。不忍难过的总会过去，还有我会一直陪着你。路天烦恼忘袂记，唱歌大声啉酒喝啤，这多年咱有缘是好兄弟。以前会比较感情麻木的时候，我会发现说，很多亲人在我身边离世过后，我当下不会有任何反应，直到很久很久过后，我才发现这样，自己会原来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亲人离开的这件事情，所以这次办完了这个告别式，到最后这个火化的这个过程，我当下我释怀了。好几个月前，我们有出席那个阿比的那个火化的那个仪式。那我相信，如果是跟明志比较熟的一些粉丝都知道阿比是谁，就是明志的一只小宠物。然后他就是好几个月前离开我们。那我们去出席他那个火化的时候哦，当时我是看到明志他的整个感觉是很崩溃的。我看到的是他很痛苦，因为跟你在一起13年的这个动物，他现在会进去，然后被烧掉。明志的棺材进去的时候，我才理解那个时候明志看住那个阿比的那个心情。所以可能这整个东西会让我更珍惜我身边的人，会让我更去爱惜我应该爱惜的人。华明志沙系列在这里正式告一段落。It's a wrap。其实我们这次做了很完整的一个葬礼的流程啊，包括筹备，包括告别式、出殡、火化的那个流程，我们全部都跑了一遍嘛。这一次的告别式，我们真的是100%投入了自己的心血，还有很多精力去筹备去完成的。我相信每一位参与的粉丝或者是媒体朋友，当他们一踏进那个礼堂的时候，他们肯定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诚意了。这次的告别式，其实我还蛮满意的。虽然它不是完美的，可是我觉得我们该做的东西都有做，我们也很认真的筹备整个东西，让大家真的是沉浸在其中。我们也成功的用这个告别式带出它应该要带出的意义，我觉得这个最重要，别人怎样骂都不重要。完成了告别式。所以是死了还是没有死？今天是4月1号，不要开这种玩笑哦。所以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？你们把我们全部叫来了，然后什么事情也没有讲清楚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那不开放录音。哦，你们讲不开放录音，然后这浪费时间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谢谢大家的参与。所以告别式意义是什么呢？我现在就是用《星洲日报》记者的身份来采访，到底黄明志的情况是怎样？谢谢大家，谢绝采访，然后你通告天下，让全部人出席你的告别式，然后你什么东西都不说。我是 KL 追水站的 KL Blue Water Station， 我照着我跟他的看法一样大完。但是今天我来这边，我感觉到我很舒服，我很爽。到底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情况？媒体不应该追究这种东西。请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他做好的东西，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报好的报道，不要整天只报不好的东西。请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请大家告诉我们，全部马来西亚民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不开心的新闻了，黄明志最少给我们快乐。
4月1号不是拿来开玩笑的哦，不是一句不开放录影就是带完了哦。你们把这件事情闹到这么大，你们需要给全马来西亚的华人听众一个交代哦。这个，这东西上没事，没关系，大家都比较激动一点。大家对于我们为什么要在4月1号办这个事情，他们觉得我们在开玩笑。对于我们的想法来说，为什么我们办在4月1号？是因为当天是愚人节。如果今天我不是办在4月1号，我是办在其他的日子，这样的话会影响到更多的人。老实说，我觉得蛮无奈的。我们其实很认真的，每一个东西，每一个企划，我们都有认真讨论过，想出最好的东西，想要呈现给大家，给让大家了解这个企划。可是大家都会觉得我们都在开玩笑，我们没有把死亡看得太轻。我们想要传达的讯息是生前规划的重要性。如果你没有做好生前规划的话，其实大家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东西都会变成一团乱。我觉得生前告别式这个概念啊，可能对比较传统一点的人，他是会比较忌讳的事情。他们就是一直会觉得死亡这件事情是很沉重的，然后死亡是一件不能公开来讨论的事情。我觉得大家不需要把它看到太忌讳，人都是要死的。可是你还没有走到尽头的时候，你真的要努力的好好的去活着，因为这样子才是对你自己最负责任的一样东西。既然活着都可以对自己负责任，那为什么你离开的时候不可以对自己负责任呢？对自己负责任，去做好你的事后的规划，我觉得这样子才是对的那个方式。我是希望大众可以慢慢开始接受这东西，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觉得很板当、很忌讳，该来的还是要来，为何不好好的把所有心里的话跟他讲，然后听他想讲什么，在最后一刻的时候就不会这样遗憾。当你好好的来这个世界过，你走的时候也不要突然间走，做好生前规划。当有一天你突然间离开了，就当作是最后好好给大家的一个告别。我是希望这个影片是可以让大家有一些不同的启发、不同的看法，然后对生命教育也更加的了解，然后真的是要做好事前规划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能可以真的是办一场自己的生前告别式。如果这个讯息能好好的被表达出来，我觉得我们这个生前告别式，还有这个纪录片，包括当我离开有的 MV 名字的理念，才可以真正的被完整的传递给这个世界。走，不必为我难过，不必铺张悼念什么。仰望天空，每秒钟都有星星坠落，一生即使仿佛从不曾来过。当我离开以后，离开你的温柔，虽然会有不舍，虽然有遗憾在心中，若干年后，或许还会有人提起我，翻阅我唱过的歌，读着我向往的自由。